阿家吩咐儿媳多留意裴守约的婚事动向，儿媳不敢怠慢，有一事要向阿家禀告。那个陆琪娘已经走了多年，裴守约这些年一直孤身一人，难道他是有了再娶的打算？裴守约今日从宫中接出了一名女子，现在已经带到了苏将军府中，拜见了将军和夫人。听说陛下已经允了他和这名女子的婚事。这个裴守约忽然要成婚，之前瞒得密不透风的，这人一出宫便带去了苏将军府，这多半是为了保护那名女子。裴守约大概是因为当年陆琪娘的缘故，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想必这是为了防备于阿家。难道说临海大长公主这些年挥霍的都是守约的家产，所以她并不想让守约娶妻生子？守约一旦成家，她就要兑现承诺，将这一大笔家产物归原主。没错，是这个道理。这个临海大长公主心计颇深，当她得知守约要娶陆琪娘的时候，便将琪娘收为义女。我们只当她是出于好心，便不曾提防。谁曾想，她表面上拿出一些资产让琪娘管理，暗地里却又派一些家仆和佃户将资产亏空殆尽，让琪娘有苦说不出。琪娘是个老实孩子，心思又重，对于这些糟心的事情，平日里对娘家都一句不提，更是瞒着守约死死的。琪娘一面要维持家计，一面又要接近那些中眷陪族贪得无厌的族人。唉，没过多久便抑郁而终了。守约无端受了这么多苦，没想到这个临海大长公主还要故意给他扣上一个克父克母克兄克妻克子天煞孤星的名号，让他恶名远扬，无人敢嫁，从此孤苦一生。裴守约尽管这次十分谨慎，并且找到了苏将军这个靠山，以为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可是他实在不知道阿家您的厉害。想当年的陆琪娘不也是对您百依百顺，被您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次这名女子也必不是阿家您的对手。你可给我盯紧了，她既然要成婚，就一定会来向我这个长辈禀报，等到时候你再盘问仔细了。是。这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让你住在将军府了吧？那大长公主嚣张霸道，手段了得。你舅父虽然富有，但也是平民百姓，少使些手段，恐怕……琉璃明白了，多谢苏将军和于夫人替琉璃思虑得如此周全。我不仅要让你住在这儿，我还要大张旗鼓，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要收你做义女。我如若此刻不收你做义女的话，只怕这临海大长公主又要像当年对待琪娘那样，对琉璃下手了。更何况我是真心喜欢琉璃你这孩子，打心眼里啊，想收你做我的义女。琉璃叩见义母。好好，快起来。琉璃自小就没了阿娘，从今日起，终于又有阿娘疼爱了。好孩子，来。
裴明府怎么这会儿来了？守约来见大长公主，还请世子夫人代为通传。这大长公主有午后小憩的习惯，雷打不动，你怎么忘了？哦，守约赶着来向大长公主禀报，却把这忘了，真是糊涂。只是守约赶着进宫面圣，看来只能请嫂夫人代为通传了。不知是何事，竟能让你乱了分寸啊！守约遵恩师之命，准备迎娶师母的义女。大长公主是我的长辈，所以特来向大长公主禀报。前几日确实听闻于夫人新认了一名义女，只是不知那位娘子是何人，既能得到于夫人的赏识，还能成为中眷裴族的宗妇。守约的未婚妻名叫库迪琉璃，是兵部陆氏库迪言中的长女。库迪言中，库迪言中，你说的可是重画坊的库迪言中？没错。这库迪言中只是一个小吏，嫂夫人是如何认得的？你方才说库迪言中的长女，这么说来，库迪言中膝下竟不止一个女儿吗？琉璃是库迪言中的正妻安氏所生，据我所知，还有一个庶妹，叫做珊瑚。如初几年前曾说要纳妾，结果被女方回绝了，大大丢了一回脸面。那女子不正是库迪言中的女儿吗？这库迪家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吗？守约还要进宫面圣，此事就有劳嫂夫人代为通传了。这守约的裴府啊，虽然离这儿只有1院之隔，但是啊，你们2个还是要避嫌，不能时常见面，免得呀遭人画饼，多生事端。琉璃啊，你方才说要去你舅父家看看，你也确实该回去瞧瞧。这样吧，一会儿呢，你就坐将军府的车辇，带上我的婢女和家丁。我会让他们好好的照看着你。琉璃呀，你是我苏将军府的义女，也是裴氏宗子未来的正妻，这样也可少点别人的闲言碎语。琉璃一切听义母的安排。不知这位客人想买些什么呀？小女是如意家携的熟客，请店家带我进内室叙谈。客人里边请。阿妮，奉茶。且看庭前花开花又落，多少爱恨纠葛聚散于离合。掀开前尘往事的因果，命运总跌宕曲折，用此生笔墨。舅父，琉璃回来了。好孩子，舅父终于把你盼回来了。自从你替你阿娘翻了案，报了仇，
便杳无音讯。舅父猜你必定是有了什么难处。今日见你这般，才算是放了心。阿妮，琉璃，阿妮好想你。你今天出来，不会又是偷偷跑出宫的吧？我这次辞官出宫，是陛下的恩典，今后我再也不用回宫了。真的吗？那你适才为何偷偷摸摸，不敢让人瞧见呢？此事说来话长，舅父且坐下，容琉璃慢慢给你解释。琉璃不敢贸然拜见舅父，就是因为琉璃和守约的婚事会牵扯到河东公府这样的高门显贵。据说临海大长公主手段狠毒，琉璃害怕会牵连到舅父一家。琉璃，你不但替你阿娘报了仇，招了血，还寻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意中人，舅父真心替你高兴，也替你阿娘高兴啊。裴郎君虽然真心待你，可侯门深似海，又有大长公主这样厉害的长辈，以后你凡事要自己多加小心。舅父虽是胡人，但经商多年，在胡商中也算有些资历。往后有什么需要舅父帮忙的，你就尽管给舅父捎个话，千万不要跟舅父客气。琉璃记下了，请舅父保重身体。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琉璃就带着夫婿上门，好生叩见舅父和舅母。好，好，舅父等着那一天。琉璃，来，你看一下这个，这个颜色有呢。苏将军府。阿成，没事吧？胳膊疼，胳膊疼，腿，哎呦这边，腿，哎呦，这儿疼，哎呦，疼，这个腿，哎呀，好疼吗？我浑身都疼，哎呀，还有这个腿，哎。娘子哪儿去了？没
芽天，草木香，竹蜻蜓，悠悠的蓝天。花丛边，白云间，小河旁，夕阳下悠闲。你淡红的侧脸，不觉中。你就这样把我诓走了，就不怕义母说你吗？师母过去最疼我了，可自从认了你做义女之后，一心一意只想护着你，全然不顾我的相思之苦。过去在宫中见不得，如今只有一院之隔，仍旧见不得。我真是想得太苦了。今天能见到一面，我真是非常欢喜。就算师父师母罚我，我也甘之如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出门啊？你怎么了？陛下有急事召见我，我本想告诉你，便去了将军府。然后我得知你去如意家写，我便中途把你拦截回来，以解相思之苦。那陛下为何召见你？该不会是后悔了吧？陛下是明君，岂会出尔反尔？你是我裴行俭的妻子，没有人能将你从我怀里夺走。那陛下召见你是为了何事啊？如今武昭仪和陛下感情甚笃，举案齐眉，难免会遭到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嫉恨。王皇后和萧淑妃尽释前嫌，他们联起手来对付武昭仪。武昭仪虽然没说什么，可陛下耐不住了。伍子慈自回宫后，就一直受陛下专宠。如今陛下对王皇后心生不满，难道是想……猜得没错，陛下的确是动了废后的心思。陛下真的想立伍子慈为后？也对，其实真心相爱，那些身份地位、世俗眼光又有什么要紧？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你怎么了？你难道不为伍子慈和陛下感到欢喜吗？作为朋友，我确实发自内心替他们感到欢喜。可作为臣子，这就另当别论了。你何时飞入梦中，切开这思念？大郎，天都黑了，琉璃若要回来过节，早该回来了。哎呀，阿爷，我都快饿晕了，他不回来，我们就饿死不成？冬至大如年，冬至次日，是女儿回家的日子。琉璃若是真的出了宫，今日也该回来了。哎，上火。今日你在如意家写门口看见的，果真是你姊姊？女儿虽然只瞧见了一眼，但绝对没错。那辆马车是苏定方将军府上的，听说乘坐马车的人是将军夫人刚认的义女。阿爷，她出宫这么久，一直住在将军府上，
又刚认了将军夫人为义母，又去如意家鞋店去看望自己的舅父，也不去看您。看来呀，他还在记恨您当初没有认他的事，还在记恨阿娘当初出卖他母女的事。别瞎说。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大娘真的来了。你们是来接我的吗？还不快去拿马镫！老爷，平安郎，五娘子来了。哎呀，五娘来了，见过姑母。哎呦，五娘来了，晚饭可吃过？啊，阿叶，快去给五娘拿副碗筷。是。哎，走走走。这不是多了一副碗筷吗？既然阿兄没有想着我会回来，那这碗筷又是为何人而准备的？难道是琉璃？琉璃当真还活着？莫非5年前为嫂嫂翻案的人，当真是琉璃了？五娘，你不要激动，有很多事情我都是听旁人说的。我听说琉璃当年根本就没死，在宫中活得好好的，现在已经出了宫，而且还认了苏定方将军的夫人为义母。这其中的详情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不是等他今日回来过节好问个清楚吗？阿兄果真不知道琉璃还活着？当真不知道，当真不知道。今日我在河东公府那边听到了一些闲话，说河东宫世子和我们裴炎同时看上的那个女子，并不是珊瑚，而是琉璃。好啊！难怪阿兄当初果断地回绝了两边的亲事，原来是这个缘故。阿兄瞒着外人不打紧，我可是你的亲妹妹，琉璃的亲姑母。别忘了，当初可是你们求着我，将珊瑚嫁进都尉府，结果这样戏弄于我，让我日后在都尉府怎么抬得起头来？五娘别恼，这事儿啊，怨不得你阿兄，都怪那个琉璃多事。你，哎，来人了，来人了！这些绢原本是当今陛下赏赐给我的，趁着今日过节赏了你们，也是个彩头。谢大娘恩赏。这可是陛下御赐之物，要不是大娘，我们几辈子能收来这样的福气？来，接好了，那个慢点。放下。女儿回来了。见过阿爷。见过姑母。琉璃出宫已有数日，只因义母留我在苏将军府暂住，好筹备女儿的婚事，所以女儿今日才得空回来探望，还请阿爷勿怪。女儿平时事忙，能够回来就好，阿爷怎会怪你？我早听说于夫人认了义女，原来就是你呀！这大好的喜事，为何今日才说？来来来，快随姑母进去，慢慢聊。快进去暖和暖和。
规矩？都给我放下！这些御赐之物岂是你们这些人可以使的？这是琉璃孝敬大郎的节礼，大郎都没过目，你们也敢私发？我告诉你们啊，一件也不许少，不然小心你们的皮！好，这门亲事好啊！这裴明府不仅是中眷裴族的宗子，还是陛下面前的红人，苏定方将军的爱徒，文才武略，相貌堂堂，前途无量啊！正是我们琉璃的良配佳婿啊！有什么了不起？毁了我的婚事自己倒好，找个好人家嫁。什么叫你的婚事啊？当初人家河东公府和裴都尉府看中的都是你阿紫，别人不晓得，你自己还不晓得？阿兄只晓得裴行俭家世显赫，但你可曾听说他有天煞孤星之号？琉璃，姑母身处高门，听说过不少中眷裴族与河东公府大长公主的过节。裴明府是好，但他是中眷裴族的宗子，你可知道他前妻是如何惨死的？琉璃，此事攸关你的性命，你万不可打错了主意。女儿，莫听你姑母胡说。姑娘，你什么意思啊？你就因为我们琉璃当年没嫁到你们都尉府去当妾，你就想毁了她跟裴行俭的婚事？你不能这样啊！我一心一意为琉璃好，可有哪句话说错？我今日才知道，你借着琉璃的光才进了兵部，当了一名小吏。现在看来，你不知彦祖，越发有了官瘾，还想借着未来的女婿步步高升吧？不是这，当初你们一家不顾琉璃母女的死活，将他们母女逐出门外。现在，你又不顾琉璃的死活，让她嫁给天煞孤星，还说我害她。我真的没有见过你这样自私自利的阿爷。多谢姑母替琉璃忧心，琉璃心领了。琉璃不才，耗时10几载，终于替阿娘洗刷了冤屈。今后，阿娘和我再也不是库迪家的罪人，我也不再欠库迪家什么。女儿啊，你放心，你阿爷呀，已经将你阿娘的牌位以正妻之名，供奉到咱们库迪家的祠堂里，以慰你阿娘的亡魂。女儿啊，过去呢，是阿爷不对，让你受委屈了。琉璃虽然有委屈，但终究是库迪家的女儿，今后还要从库迪家嫁去裴府。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过，还请阿爷记住，库迪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阿爷若想将日子过好了，就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女儿的幸福和安危。是，女儿说的对，阿爷记下了。这素闻库迪大娘的芳名，今日一见，果然是仙子般的人物啊！夫人的夸赞，琉璃不敢当。什么夫人不夫人的，咱们原是平辈，你叫我阿崔便好。琉璃不敢造次，夫人请坐。这狐女虽生得十分美貌，但举手投足之间却少了灵气，倒像是寻常人家出来的小家碧玉。听闻大娘的好日子要近了，不知定在哪日啊？过了上元灯节就是了。呀，这不就在眼跟前了吗？大长公主还说呢，
本想邀你去河东公府小坐，只怕大娘面嫩，这才托我过来。这一则呀，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应该多走动走动，多亲近亲近。这二则呢，大长公主有份心意，让我转交给你。我与大长公主素未谋面，如何能收公主的礼物啊？你切莫推辞，先打开看看。永宁坊南壁西舍内宅一座，东西160丈，南北250丈。这使不得，使不得！这样的大礼，琉璃如何能消受得起啊？这宅子比将军府邸还大，足足有我娘家宅子的10倍了。大娘客气什么？大长公主说了，这宅子呀不值什么，就当作是给你的嫁妆了。这守约原本就是在河东公府长大的，大长公主对她和自家子弟并无两样。守约之前的那位陆家娘子，还是大长公主的义女呢。那回送的院子，可比这个大3到5倍还不止呢。更莫说里面亭台楼阁，装饰精绝，这在长安城里呀，还是数1数2的好宅子呢。那陆家娘子还不是照样收下了？你们这次啊，婚期仓促，这宅子买得急了点儿。虽然比之前小了点儿，但是你们库迪家比不得人家陆家高门大户，应该也没那么多讲究。啊，大长公主还说了，这要不是于夫人抢先呀，好在义母未雨绸缪，想到了前头。如今看来，大长公主果然是用对付陆家娘子的手段在对付我。琉璃是小门小户出身，这么大的宅子还是头一回见，已经很不敢当了。夫人是在瞧什么？啊，方才瞧你低头那模样，颇与那陆家娘子有几分相似。这陆七娘走后10年，守约从未对其他女人动过心思。我们跟大长公主还奇怪呢，这守约怎么说续弦就续上了？想来，竟是这般缘故。陆七娘死后，守约就将那大宅子给卖了，再也不愿在人前提起这伤心往事。所以啊，这宅子你务必得收下，好与守约重铸爱巢。这倘若你不收，我怎么回去跟大长公主复命呢？这房契我若不收，大长公主必定觉得我是个有主意的，只怕还会再生事端。长者赐，不敢辞。琉璃多谢大长公主恩典。大娘果然爽快。既然如此，也见过大娘了，我该向大长公主回去复命了。哎呀呀呀呀！你瞧我这记性，竟然还忘了装喜事。大娘，这过些日子咱们说不定还能亲上加亲呢。亲上加亲，不知夫人指的是什么？啊，这么大的事，你阿爷未曾向你提起吗？啊，这喜事啊，也是大长公主的主意。公主说，大娘既是这般人品，能被守约看中，那令妹自然也是不会差的。说来也巧了，这世子身边啊，刚好缺一个可心的人，我就按照公主的吩咐去府上提亲。哎，结果你阿爷一口答应，愿将珊瑚嫁与世子为妾。你说这是不是美事一桩，亲上加亲呢？
珊瑚虽比我伶俐些，但毕竟也是小户人家的女孩，若高攀了河东公府，只怕迟早会在大长公主和世子面前露了怯。有你在这儿，令妹就是知根知底之人，这日后嫁到河东公府也好助我一臂之力。你放心，令妹过门以后就是正经的应妾，有我的就不会少她的，断不会受了半点委屈。承蒙大长公主和夫人如此厚爱，琉璃受宠若惊。走了。大长公主的心思果然缜密，不能收我做义女，便想将珊瑚娶进河东公府，好让我投鼠忌器，或者干脆拿珊瑚来对付我。这般手段，确实不得不防。禀阿家，库迪珊瑚来了，特来拜见阿家。拜见阿家。珊瑚见过大长公主，给大长公主请安。起来吧，你过来。你就是库迪琉璃的妹妹？是。你们虽不是同母所生，但想必姊妹的感情也是极好的吧？回大长公主的话，琉璃8岁就离了家，前不久又突然回来，我俩多年没在一块儿，自然是没什么情分的。我们河东公府啊，是最讲规矩的。你以后要是入了我们河东公府，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就算是你的亲姊姊也不行。我说的话，意思可明白？珊瑚虽然愚钝，但是出嫁从夫的道理还是懂得的。我一旦入了河东公府，自然事事听从大长公主调遣，绝不敢有二心。是个明白事儿的。那我便嘱咐你一件事情，你回去可得替我办妥善了。是，珊瑚听凭大长公主安排。这外面还真是热闹呢。义母，我在宫里的时候竟忙着制衣了，没怎么剪过人参。若是剪得不好，您莫要取笑。剪得不好有什么打紧啊？不过啊，就是图讨个彩头。据说啊，这女娲造人的时候，初1造了鸡，初2啊造了狗，初3造了猪，初4啊是羊，初5是牛，初6啊是马，到了初7日上啊才造出人来。因此啊，这正月初7便就是人圣节了。每年这个时候呀，这长安城里人人的发髻之间，家家的屏风之上，都会有用这五彩绢锦，还有这金银纸帛剪出的人圣来。
大娘好巧的手艺，剪出的美人竟跟活了一般。这果然是天下第一针的传人，这真是个巧人啊！我自打年轻时起啊，这剪子上的功夫就算是好的了，如今与你剪的美人放在一起啊，哎，就只能给她扫地牵马喽。义母说笑了，义母剪得更好。来，给我看看。去，送去隔壁裴明府，让他呀好好珍惜这些。是。这是阿成刚送过来的。阿成说，这金箔人胜是裴明府亲手为库迪娘子所做，请库迪娘子惠存。再过几日便大婚了，以后日日厮守，可你俩非要弄得跟牛郎织女一般，我呀倒成了那棒打鸳鸯的王母娘娘了。